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，投資、消費早就癱了，只剩下外貿苟延殘喘。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最依賴外貿的地方開始補稅、查賬、鎖企業，這不是雪上加霜，這是直接把命根子給一刀切了。投資死了。看看最近3年的數据，2023至2025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 5% 一路掉到接近0%，製造業投資更是直接冷到結冰。房地產投資更慘，2025年上半年同比繼續大跌，超過 18%， 這是一個國家經濟要命的指標。投資不敢投，企業不敢擴產，地方不敢舉債，所有人都在守着現金，像守着一口救命的氧氣。而且最諷刺的是，現金放銀行還要冒風險，因為銀行現在天天爆雷，連地方城商行都撐不住，擠兌、限制取款、理財清零，一波又一波，消費也死了。看看中國人的錢包，2024至2025年，中國居民消費增速一路往下。2025年上半年，社會零售總額僅有 2% 增長，還不夠通脹的腳步。更扎心的數據來了，2024年，中國居民新增儲蓄超過13萬億，2025年預計突破15萬億。中國人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把錢藏進口袋，不敢花，不敢買，不敢動。每個人都像一隻被嚇壞的動物，只敢縮在洞裡發抖。投資停了，消費躺了，只剩下外貿還能喘。尤其是義烏、深圳、東莞這種地方，老闆們靠一台台縫紉機、一台台熱壓機、一間間10幾平的小工廠，把全世界的便宜貨都往外送。你敢相信嗎？2025年，義烏一個季度的包裹量比整個歐洲所有國家加起來都多。全中國的出口就是靠這些人硬撐的。可是現在，最依賴外貿的地方遭遇了什麼？2025年最震驚整個外貿圈的消息來了，義烏下周開始補稅。補稅怎麼補？年銷售額500萬以內的小老闆補 1%， 年銷售額500萬以上補 13%， 跨境商家即便沒正規發票，一樣補 13%。這是什麼概念？不是補稅，是直接補到老闆的肉裡、骨頭裡。你知道很多義烏老闆一年利潤是多少嗎？500分號都算高手，300分號是常態，200分號已經很多人在做。結果現在告訴他們，你利潤只有 3%， 但國家要補 13%。這不叫補稅，這叫顆粒歸公。意思很簡單，所有你的都不是你的，只要能拿回來，那就是国家的。更狠的是，企業不能變更，不能注銷，不能增資，不能減資，想關門不行，想跑路更不行，必須把稅補完。這哪是企業？這是被綁住的羊，割到流不出血為止。外貿很快要掛。你以為只有義烏嗎？深圳也開始補稅，網店查稅查到瘋狂，連跨境電商巨頭的數據都被要求全部上架。亞馬遜、阿里速賣通、Temu、Shine， 全都得把商家銷售數據交上去。全國一盤棋，再也沒有稅收洼地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中國延續幾十年的出口補貼時代正在結束。沒有補貼，中國的出口還能撐多久？成本比越南高，比馬來高，比印度高，比墨西哥高。老闆們不敢漲價，因為一漲價訂單就飛。那怎麼辦？只能壓員工工資，壓供應鏈利潤，壓一切能壓的東西。最終苦的不是老闆，是工人，是清晨6點騎着電瓶車趕去流水線的打工人。2024至2025年，地方財政收入崩掉了，土地財政腰斬，房地產交易萎縮，
地方債務突破15萬億高風險線。於是現在連境外收入也開始差。北京、廣東、福建、四川陸續曝光取得境外收入但未申報的典型案件。炒美股算不算收入？算。炒港股算不算收入？也算。你以為出海避稅有用？現在意味着，連你藏在海外的錢也得交回來。一個字形容：急。2個字：很急。就在中國大規模補稅查賬的時候，外部世界也開始對中國電商下手。歐盟宣告，小包裹免稅提前到2026年取消，比原計劃早2年。Shine、Temu、速賣通、拼多多跨境，這些靠着低價小包裹席捲歐洲的中國平台，將面臨歐洲消費者必須多付稅、多付處理費。去年，歐洲收到的46億件低價包裹中，超過90%來自中國。歐盟現在說夠了，羅馬尼亞已經率先徵收最高5歐元費用，意大利也準備跟進。接下來，整個歐盟會統一收費。這是全球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對中國低價外貿進行圍堵，內有補稅封口子，外有歐盟、美國全面加碼，中國出口還能撐多久？你以為風暴到這裡就結束了嗎？不，這一切只是開始。中國的外貿在外部被圍堵，在內部被抽血，剩下的最後一口氣被無數雙手死死掐住。而真正讓整個社會恐懼的是接下來會發生的連環崩塌。你有沒有發現，2024至2025年，中國房地產進入了從未見過的骨折價時代？房產中介的聊天群裡全是這種報價：500萬掛牌的250萬成交，300萬掛牌的150萬甩賣，甚至有些3、4線城市房價跌回2012年水平。有人說房價腰斬是好事，房價降了，大家能買得起了。但真正的現實是什麼？房價腰斬，銀行不會虧。為什麼？因為銀行是債權方，貸款本金只認你當初借多少，不認你現在房子掉了多少。如果房子從500萬跌到250萬，銀行怎麼做？直接拍賣房子，回收50%的本金，剩下的讓你繼續還。老百姓首付呢？灰飛煙滅。你以為你全家攢了10年的首付是資產？不，那是最優先消失的部分。銀行贏了，開發商跑了，背鍋的是普通人。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的結果是一個最悲慘的三角關係：銀行不虧，地方政府缺錢，老百姓破產。而你以為破產後就結束了嗎？不，中國的社会邏輯現在是：你破產不重要，你不能關閉賬戶，所以企業不讓注銷，工廠不讓停業，公司不讓減資，連個人社保都不准斷繳。為什麼？因為每一個賬戶都代表着政府可能再炸一輪的潛力。很多人不知道義烏民營資本是什麼概念。義烏這麼小一個地方，私人老板的外貿規模超過韓國1半的小商品出口，整個東南亞多個國家的輕工製造總和。而義烏為什麼能做到？不是政府，不是補貼，而是創業者、代工廠、夫妻店、小作坊硬撐出來的。但現在這部分資本正在被回收，補稅一刀切，不讓企業注銷，凍結增資減資。你看到的不是調整，而是集中化。這背後的核心邏輯是4個字：顆粒歸公。只要能收回來，無論企業怎麼死，無論就業怎麼崩，無論外貿還能不能撐，都無所謂。這已經不是稅收問題，是生存權問題。根據跨境支付公司2025年的數據，今年上半年跨境資金外流比去年增長超過48%，資本在逃，
老闆在逃，年輕人也在逃，而留在國內的是什麼？熬不動的工廠，停滯的產業帶，沒訂單的老闆，還房貸的年輕人。每個人都在等，等一個反轉，等一個救命稻草，但沒有。中國經濟正在走向一個沒人敢說出口的結局。投資不行，消費不行，外貿斷裂，三駕馬車只剩下一匹馬，那匹馬還被綁着補稅、查賬、抽血。你讓經濟怎麼走？你讓就業怎麼撐？你讓普通人怎麼活？義務補稅只是第一步，接下來會有更多地方跟進，更多企業查補，更多外貿老闆扛不住，更多產業鏈轉移出中國，更多工人失業，更多家庭破產。這條路一旦開始，就很難回頭。